嗨，朋友们，大家好！这期视频我们讲静坐的好处。上期视频还在说不喜欢用好处来引诱人们学习静坐，但是上个视频录完之后，我转念一想，干啥不讲啊？静坐的好处就是很多嘛，那么好的东西，没有理由不分享。如果不太能接受，可以就当笑话看一下。在开始这期内容之前，先分享几位朋友的反馈。明邦同学已经是熟悉的面孔了，还有2位朋友的提问，一个是关于《存在感》这本书，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自己的实践，关于自己的静坐实践经历。我在回复完之后，发现还是公开答疑共享会更合适、更节能。我们自己的练习群也是这样，公开提问、公开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会感觉到不好意思提问。还有的朋友就是正好路过看到了这个消息，好像发现我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这样就又省去了提问，又省去了再回答一遍的这个过程。这个是头像是橘色的 X 同学问的是我们前几年出版的这本书《存在感》。这本书算得上是初期读物，就是静坐入门，初期看一下还是比较合适的。我们从俯视的角度描述了人由意识、人体、心理过程3位一体组成的这个结构和关系。除了这个框架的基本内容，还有关于松脑静坐的基本方法。但是这本书纸质版的我们出完就没有再印刷了啊，就是线上的话应该是还可以买到电子版。今年也收到来自台湾的朋友有成功在网上买到电子版的这个邮件，但是这本书后面的销售这根线我没有再去跟，所以就后期有什么情况我是不太清楚的。没有必要去花那个钱去买这本书。我在这个频道一开始的时候，当时还不太擅长做视频，不太会，就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的读了一遍，就原封不动的念了一下，就是这么蹩脚的普通话。全书的内容分章节放在这个列表里面，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听看一看，差不多了解一下就行了。主要还是练习啊，听声音的话就是属于对眼睛会更友好了。还有来自白猫同学的反馈，分享了自己的静坐体验。他说一开始都很稳，做到后期身体很放松的时候，会有一种身体想要晃动的感觉。我该有意识的抑制这种晃动吗？还是随顺摇晃？这似乎不是坐垫高度不合适的问题，是自身身体想去晃，奇妙。既然白猫同学解锁了这个体验，我们就顺带着说一下，这种身体就盘腿静坐的时候，身体这么不自觉的晃动，这个情况其实就是身体松到极致，然后有一个名字叫晃海。说的再粗浅一点呢，就是上课的时候啊，比如说上课开会的时候非常困，就是想要参瞌睡，但是又不能睡，这个时候人的状态就是摇头晃脑的，是吧？然后呢，但是又没有完全睡过去，很适合。我现在没有很多的时间去休息，但是我又很累，就是打个盹，它可以起到迅速恢复精力的效果。但是这种所谓的呼吸恍兮的静坐啊，它是没有任何升级效果的。想要起到提升意识清晰度，想要起到这种升级的效果的话，还是要按照正儿八经的方法去练习。这种松到极致，呼吸恍兮，就是一个极致放松的过程。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松到好像快要半睡不睡的时候呢，这个意识已经涣散掉了，人已经就是不太清醒的状态了，就是意识偏涣散了。所以它很正常，就是起不到这种升级的效果。在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今天很累啊，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午休，什么情况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赶紧把这个困意给它弥补一下，还是挺好的。我们接着再看提问，我该有意识的抑制这种晃动吗？还是随顺摇晃？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啊。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就是说我是停止还是继续任由这个情况。
当我们发现或者说意识到自己在静坐中身体开始不稳，开始摇晃的时候，可以继续回到四肢肌肉松下来，就是这么松散一下，重新稳定一下坐姿，继续静坐就可以了，很简单。这个反馈很好的原因就是说，首先它是真实的，它是自己的实践经验，还有一点就是他已经碰到了这个练习的关键点，已经很放松了，就是知道自己处于很放松的状态，而且确实感觉到应该是舒适的，对吧？练习和反馈就是和指导，就是每一次静坐，每一次把这个记录下来，然后呢，在每一次的练习过程当中不断的微调，不断的微调，因为你只有遇到了那个具体的情况，然后点一下，你就知道下一次要怎么处理。这个坑我下次不要踩了，就是这么一次次练习，一次次微调，不断的一点点进步。可能正在经历的时候发现没什么，但是当自己回头看的时候就不得了。我们回到这个视频的主题上来，不管其他的内容，不管其他的名字，静坐、打坐、冥想、灵修、禅修、禅坐、正念，虽然我们有在说这些方法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有很多的后遗症，但并不是指这些方法的名字有问题，而是说现在主流对这些方法的解读是有不妥的。在这里我们所说的这个好处呢，是指通过深度的放松静坐训练而带来的诸多好处。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这个内容。人体经历深度放松、深度静的身心训练，会经历9层身心转变，也就是我们说的松脑静坐9层，层层转变巨大。这个过程会伴随一系列的好处，没有后遗症，而且是全方位的好处。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些好处，而且为什么我们是说全方位的好处，而不是说学习上、工作上、感情上、钱财上，不是这么分门别类的去说这些好处。意识清晰，中心明确，这个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关键。就像圆的圆心，有了一个点作为坐标原点而存在，一切都是以这个原点而展开的。只有走在正确的身心训练的道路上，才会体验到每天都在进步一点点，每天都在修正一点点这个变化过程，而各种正向的效果都会自动的以这个点为圆心，扩大范围，提升等级。我们换一句话说，其实就是自尽其意的过程，意识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独立，需要的刺激也会越来越少，负面的东西会无法滋生，就像没有适合它生存的环境一样，稍微有点不对劲，很容易很快速的就会自动调整回来。这个是唯一正确的路，全面的自动的优化，而不是说我今天在这里下功夫，明天在那里下功夫，还经常会容易出现各种卡壳的情况，出现各种后遗症。中心明确了，这个时候会开始对自由、真实、踏实有非常真切和真实的体验，以这个原点为核心，身心恢复柔软，心理流变得通畅。而我们说的这个心理流，其实就已经包括了各种情绪、念头无止境的纠缠和干扰，也就意味着干扰就会减少。那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方面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都知道，身体紧绷肯定就会难受，身体放松舒适就会出现。那到了第5度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初步达到全天的舒适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全天身心都是比较舒适的，就算出现意外或者说经历了身体上的疼痛，也能主动的通过放松来缓解这种疼痛，减少疼痛对我们自己的这种干扰，而身体的这种清爽舒适通畅会自然的变成全天持续的常态。那除了身体和心理方面的变化，还有人们说的就经常都会讲的静能生慧，静下来了，智慧就打开了。开智慧不是说读了多少书，行了多少路，这种积累的增加的过程可能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明悟，但是呢，它终究是零碎的，无法做到全面。这种积累的增加的是属于为学日益的过程，而意识的体验是属于为道日损，损之又损，减到没得减，一切多余的都去掉，去到没得去。这个时候不断的向源头接近和靠拢的过程，就是这辈子要做的功课。所以古人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如同煮沙。
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就对这个结构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就是说我们是围绕这个圆心而逐渐展开的，就像一根树一样，它是有根，然后树干，然后分叉，然后树枝，然后枝芽，这么逐渐一点点扩散发散的。就是说我们先交代这个根是什么东西，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圆心。圆心就是意识清晰、中心明确的这个体验。然后呢，人是由意识、身体、心理过程三位一体构成的，所以它岔出去，一个是身体上的好处，一个是心理过程上面的好处。那最根本的所有的好处都是得益于意识清晰了。意识清晰了，我们就会体验到真实、踏实、自由。伴随而来的就是敏锐度提高，智慧开启，一眼看到本质的能力提升，判断力提升。一旦体验到了自己，会发现时间也会变得耐用了。然后我们这个根岔出去呢，就又分为身体上面的好处和心理上面的好处。那身体我们这么扩散呢，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想到有身体健康，我们大家都很在乎身体的健康，或者说是否以比较高的质量能够长寿。但是我们很多人的处理方法就是说，我要去吃这种保养品，去练那个操，去做各种添加的手法。很少有人会知道说，身体的健康的源头是因为意识清晰。意识不清晰，今天就会忙这个，明天就会忙那个。很多人都在说健康长寿是因为基因，是因为做了什么正确的事情，是因为这个人会保养身体或者什么样。其实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意识清晰。意识清晰度它伴随而来的就是身体的通畅流通性，这个是身体健康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个才是它的核心。不是说我今天要吃什么东西，今天选择什么样的食物，为自己这个身体选择什么样的燃料，它已经是属于这个树干、树枝、枝芽上面的东西了，是属于非常零碎的决定，非常细碎的决策。哪怕我今天吃了对身体有一些可能就是所谓意义上对我的身体好像不太好的东西，但我整体上我依旧会选择对我的身体不要造成过分伤害的事情。这个是全面的，我不会那么选择，而不是说我不会在乎说我今天又吃了炸鸡怎么办，好糟糕啊，太糟糕了。没事的，想吃就吃嘛。只是说我们全面的一天24小时，不是说一个炸鸡就把我的生活给毁了。大家对健康的这个理解，就是把本和末搞到了，会去追求改造这个改造那个，还是要把这个源头摆正。源头摆正了之后，剩下的才会有一个相对比较高质量的健康生活。所以呢，身体健康我们不是说要去追求今天吃什么明天喝什么，用这种加法的思路去处理，也不是说去给自己装一个什么养生的观念，直接回到源头，回到这个意识清晰、中心明确的这个核心来，抓住这个，然后想做什么再去做其他的东西，怎么乱都不会乱到哪里去，不然就会像人们说的那个增伤的过程，越来越乱，越来越多。那说了身体的健康，还有人们会关心的样貌的问题，是吧？虽然静坐不是说让人眼睛变大、鼻梁变挺，变得从这个样子变成那一个样子，但是长时间正确方法静坐的人，会变得面相会比过去变得柔和，让人会愿意亲近，是可以这样子的。我们经常说通过一个面相来判断一个人的状态，我们不说先天的这一部分啊，我们只是说后天。比如说我们会描述一个人眉心或有一条纹的话，我们就会说他可能是一个很严肃，或者说善于思考的人，善于分析的人，这是他的一种特性。因为通常情况下呢，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就是会紧绷紧张，长此以往就会有这种纹路产生。但是如果说你静坐了清醒了之后，我们可以做到放松，
而又专注的去思考。其实它不是专注，它就是一种清醒状态，放松。但是我可以去思考，不是眉头紧皱的那种状态，一定要拧紧眉头才能思考的那个，很伤身体的，一定没有那个过程了。就是清醒。我们说面部上面的一些纹路、微表情，一定程度上帮我们识别这个人的状态，是因为一个人在长期的生活状态下，会不由自主地形成自己面部肌肉的习惯，它就是一种紧绷状态下人没有发现而形成的这些纹路。但是如果你长期放松静坐的话，这个情况会得到非常大的缓解，至少眉心这一块不会特别拧巴，还有这些纹路，它会自然的相对柔和一些，这个是一定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开始静坐的时候拍视频或者拍照，自己做一个实验，记录一下，然后静坐一段时间后，就是不断的记录，持续的记录，就可以看到自己一个这种变得好看的过程。身体上人们在乎的无非就是这2样了，健康好不好看，对吧？都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也是静坐的好处。那我们再来说心理上面的问题，首先说负向的吧，然后再去说正向的东西。我们这里不讨论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是谁的这种精神完全错乱的情况啊，就是不认识自己了的这种情况。只要自己是知道自己的这种情况，不管是抑郁症、焦虑症、双向症，什么各种症啊，这种那种症的，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比这个方法更有效，或者说只有这个是唯一的零后遗症不用吃药的方法，能够完全根治抑郁症的。而且我们是完全清楚和掌握抑郁症从发病到治疗到康复到痊愈的每一个细节的。现在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大家基本上都是靠猜的。因为我们不管是医院也好，还是什么机构，人们会把名字当成答案。就是说，我们拿一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抑郁症，我们好像听到了抑郁症，就是说它就已经是答案了，就是因为医院各种地方其实对这个东西是不了解的，大家只是发现了这种现象，人们在抑郁症的情况下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并没有解决办法，因为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但是抑郁症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非常非常简单，我们甚至都不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太简单了。我们再扩散一下，其实没有抑郁症、没有焦虑症这种东西存在的，没有一个东西叫抑郁症，没有一个东西叫焦虑症。不要给自己加这种标签，这就是给他起名字的这个人就有病。说话有点过了，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只能说，我在这一段期间内啊，或者说我在过去的哪一段时间内，我的情绪持续的低落，处于持续的低落状态，或者说持续的焦躁状态，对我的生活造成什么诸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可以把它描述的更加具体，不要一个抑郁症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概括了，不是这样子，好像一个抑郁症就已经蕴含了答案，要去吃药，要去怎么样。不要这样子去对待自己啊！要知道还有一个选项，就是静下来，放松下来。我们做这个，我们来分享呢，不是说想要去做多么多么大的事情，而是说很多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都不知道还有放松下来、静下来这个选项。如果就是正好你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哪怕你现在不喜欢，最起码你在脑袋里面知道有这个东西，在需要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情境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时候，你可能那个种子就萌芽了，你会知道，哎，好像放松下来，我体验到了这种舒适，然后再开始接触。就是我觉得人们的生活里面会需要这么一个选项，不是说让你去做，甚至都不知道这个选项，只知道去吃药，只知道去开药，只知道要去看医生啊，或者说找人倾诉，这些都是乱来的方法。为什么说乱来？就是因为很多人说我治好了抑郁症，什么方法完全治好了我的什么内耗，不存在的啊！
该耗还是耗，你的心理规律，你每个人的心理习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不是说我在这一刻特别爽，因为我今天赚了很多钱，它能让我爽几天，它能让我比较开心几天，然后让我觉得好像我自己的心理病啊什么就全好了，那就舒坦了。但是呢，我们这里说的是心理习惯没有变化，它以后再遇到什么导火线还是会照旧的出现。那静坐的好处在治疗心理疾病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真实的有效，完全的治疗治愈，完全的康复，零后遗症，不是说凭运气的那种治疗。因为很多人可能确实经历过一个这种低谷，但是他自己怎么好的呢？其实很少有人能够说清楚这个过程。我们是知晓，从开始训练，或者说你从怎么形成的这个抑郁症到康复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是知道的，没有地方能够做到这样子。人们现在在心理亚健康或者精神疾病啊、心理问题的这方面，擅长的是精神分析的这种方法，就是去帮你分析你是不是经历过什么呀，方向错了。事件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心理习惯的问题。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不管你是什么症，这种心理问题是因为就一个句话就可以概括了，就是心理习惯不好。我们在那种无法控制的时刻，把自己的心理过程完全当成自己了，就是我把我自己心里面脑袋里面这种想法当成自己了。这就叫我们说的，我们经常说自他不分，他就是心理流，就是心理过程，我们脑海中的想法，自己就是这个真正的自己。把这两个东西混淆了，就好像就觉得我怎么是这个样子，我怎么这么差劲，我好像开心不起来。你知道你自己不开心，你知道自己低落，这个才是你啊。但是呢，因为心理习惯不好，因为过去的种种吧，不管了过去，现在放松下来，身体松下来，那么心理过程对于我们自己的干扰，这种它自然的就会松绑。不需要任何道理，不是讲道理获得的，就简简单单的训练就好了，放松下来，很快就有改善。当然了，这个过程中饮食也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理、对我们的这种就是神经上面的这种，就神经就像电线一样，它都会造成影响。比如说，就我前段时间，我有非常真切的体验，吃高油、高脂肪、高蛋白的东西，我就是会感觉到大脑毛毛躁躁的。但是呢，我去吃干净的东西，食物无油、无盐、无脂肪、无蛋白质，我会感觉到精神特别好，然后脑袋里面非常干净，就像线路一样，没有任何静电的状态。食物的选择确实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但是身体呢和我们的心理和我们的意识它是互相影响的。真正能起到根本性质变的根本性原因的，还是要回到意识清晰度的提升上来，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调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吃什么呀，什么样子的，明白吧？那心理的问题呢，就先暂且讲这么多。静坐的好处就包括治疗心理疾病，完全的治愈，完全的康复，没有后遗症，还有正向的东西，比如说人们期待的、喜欢的。存在就要体验自己的价值，体验到幸福，体验到各种各样的什么荣誉感啊，这些的感觉，就是能让自己感觉到很爽吧，好吧？不管我们是交朋友、结婚、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各种各样的这种人际关系都是，其实它是为了我们的精神状态的而存在的。就是因为人还不够那么的也不是说独立吧，需要这些家庭作为一个精神港湾而存在，让自己靠一靠。但是如果说你体验到了自己的独立真实存在，可能就自然的对这些情感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了。所以我们说幸福是什么，并不是从我们结了婚就能感受到家庭的幸福，我们从一个和睦的家庭里面，爸爸妈妈和和睦睦的能感受到幸福，而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体验到自己存在，
真切的存在和自由就是幸福，这个才是幸福的根，不是去要一个什么东西，更加不是去买个包，或者说买个房子，把那个物质上面的东西刷到顶，还是空虚，对吧？但是很多人就会给他设立一个对立面，就好像觉得说，好像就是和拒绝一切的物质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会觉得生活无聊，觉得很无趣，就是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有兴趣，好像就想要去找刺激，想要去找有意思的事情。人们在这个状态其实是已经走到了一个比较错误的方向，不是去找有意思的事情，而是说我自己要做什么事情都能感觉到有意思。洗碗也能洗得很开心，拖地也能拖得很开心，不是因为事情让我开心，是因为我在定义这件事情。人们总是喜欢去找那些庞大的事情来自己附着在上面，好像就是自己接触了那种很崇高的很伟大的事情，就会让自己显得很伟大。但是事情不分大小，所有的事情只有小事，世界上没有大事，都是小事。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可以自己去定义它，自己去创造它，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有趣的，或者说无聊的。这个只是横向层面的。哎呦，不好意思，就是横向层面的去累积、去增加丰富体验的一个过程啊，它还是没有在意识清晰度或者提升意识度的层面上做功。就是一个非常会让人很累的过程。那跟着这个圆心到身体到心理继续发散的话，就自然的我们就又会走向生活方面、学习方面、工作方面、感情方面，是吧？就各种人际关系方面，自然的就是才会到这一步，而不是说一上来，哎，这对我人际关系有没有什么影响？这太小事情了，这根本都。就是不要捡芝麻丢西瓜，我们现在是要先捡西瓜，然后看一下芝麻自己什么感兴趣。我们说我们只要抓住这个重点，就是同学们来静坐的时候，我们只会说我们只教静坐，至于你自己的生活，我们不会教你去做具体的事情。每个人有自己的剧本，自己拿着这个钥匙去积累自己的这个数据，去刷经验值。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而不是说我要去教你要讲怎么画，这个表达能力要怎么提高，这个和人的关系要怎么样子，谈恋爱要怎么谈，不教这样的事情。就是做好了都会了，但是这种会不是人们说的那种超能力啊，或者什么样子。哎，说到超能力，我再散开一下吧。这种特异功能或者说灵通，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长不一样，只是说呢，人们污染久了，就是敏锐度降低了。比如说像金店的那个秤啊，金店首饰店的那个秤，它那个单位就可以很小，卖米的那个地方的秤，它单位就很大，就是这个就是敏锐度的区别。所以我们通过静下来，身体松下来，敏锐度才会提高，才会有一些这种感知能力上面的提升，这个也是意识的功能，才会有一些那种比如说也不是说预言吧，就是会看到接下来事情的走向。其实这个就是智慧打开了，就是看见，不是那么讲的神乎其乎的什么神通。你把现在这一刻调正了，只有现在，你的过去也被调正了，接下来也被调正了，就是只有现在。没有什么过去啊、以后啊这些事情。那我们再零碎的说一些当下比较流行的话题吧，比如说感情，和家人的感情，和朋友的感情，或者说情侣之间的感情，不管哪种感情，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感。我们就是会觉得很多关系真的就是一种非常病态的共生关系，就是互相依赖，全部都互相不独立，然后互相索取。互相要求的关系，没有那么多种类的关系，只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好了，情绪的困扰降低了，工作效率提高了，那钱还会少吗？不是说去赚更多的钱，而是可能它有一个，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比如说过去5万块钱你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赚，但是现在我赚5万块钱，我更轻松的去赚了，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开始赚多了，超出节制的那种购买欲消失了，
变淡了，也是一种变相的省钱啊。这个就是开源节流嘛，不要小看节流，就是自己的蓄水池会变大，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会逐渐变成一个很实用的状态。其实每个人好像现在社会大家都在说缺钱，我觉得除了很多极端的情况啊，这些是存在的，但是不能说每个人都很有钱，但是说我们绝大部分人是处在一个其实不缺钱的状态的，没有少那一口吃的，也有住的地方，有穿的，这样就够了呀。那静坐的好处确实是数不胜数，又可以让人变好看，又可以让人变有钱，还有现在人们都在说的原生家庭的问题啊。翻旧账，追究过去是永无止境的，自己翻一次，自己难受一次，没有必要去回想那个过去啊。杯子摔碎了就碎了，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分析它是怎么碎的，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让自己这么痛苦，是永无止境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现在的状态，把自己的心理习惯重建，身体放松，心理流通畅，意识清醒。只有自己清醒了，才会知道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直接把自己清醒，自己变好了之后，周围的所有的东西它都会自然的理顺，不需要你用力的去把那个乱成麻的线每一根找出来，这个是非常累的过程。只需要从自己开始。静坐的好处，不管是从钱呐、人呐、身体啊、心理啊、家庭关系啊、样貌啊、好看呐，这太多了，就是狗皮膏药，万金油一样的存在，广告都不会这么写的，所以就真的是全面的变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像一个金矿一样，而这个金矿呢就在你自己手里，需要你自己去发现。这个宝藏需要你自己去寻。虽然现在人类生活的环境确实不太理想，但是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先找到回家的路，一点一滴的去建造我们自己的家园。感谢订阅，再见。